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顺利完成，这就让一些西方势力挤红了眼。美国不仅单方面宣布对香港中联办5名官员进行所谓制裁，还鼓动联合五眼联盟7国集团跳出来说三道四，造谣抹黑。对此，中国外交部严正驳斥称，在香港民主形势不断丰富发展、民主质量不断改善提升的时候，个别西方国家却跳出来大言不惭地就中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民主选举表达所谓关切，颐指气使地攻击、指责香港的民主和法治。这充分暴露出他们的虚伪嘴脸和搞乱香港、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周一，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刚刚结束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发出恶毒批评，攻击香港新选举制度，污称香港民主受到侵蚀，破坏了香港的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并为那些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犯罪分子鸣冤叫屈。此外，7国集团外交部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也相继发表了联合声明，措辞与五眼联盟外长的联合声明十分相似。在五眼联盟声明发出后仅3个小时，中央各主要媒体即相继发文批驳。周一晚11时许，新华社发布快评五眼联盟的色盲与弱势。周二0点刚过，人民日报钟声与总台国际锐评几乎同时发布评论文章，五眼联盟必须收回干预香港事务的黑手，谁在破坏香港民主，五眼联盟不打自招。不到20分钟，新华社刊发特稿，为什么说这场选举不容造谣抹黑？凌晨1时左右，《环球时报》发表社评，五眼昏花，见不得香港走上正轨。这些文章正告某些西方国家和政客，外部势力再怎么瞎折腾，也阻挡不了香港特区在民主法治的大道上阔步前进。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周二中午对该声明逐条反驳，指5国做出的是罔顾事实、毫无理据的指控，目的是企图抹黑立法会换届选举。发言人指，新一届立法会议员来自不同背景及政治光谱，保障均衡参与性，候选人良性竞争，反映新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强调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民主发展会按基本法有序依法推进。而香港国安法规定的4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定义严谨，奉公守法的人士不会误坠法网。执法部门是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关人士或单位的行为而采取其执法行动，与其政治立场、背景或职业无关。他说香港民主遭到侵蚀实际上还包藏着他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政治动机，也就是希望香港这样的一个政治过程还能够给他们留有操作的余地。所以我们在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之后，就让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安，让他们感觉到已经没有再像以前在香港可以随意的探囊取物，随意的通过内外的联动引起香港的极端的政治现象。作为参选人，亲身经历了此次立法会选举的香港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冯伟光，周二就对深圳卫视驻港记者强调，即便是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也要結合本地民情。所謂民主受到侵蝕，就是對香港的污蔑。呢個正係顯示咗西方嗰種霸道，即係佢會覺得咧，只有佢嘅標準先係民主，唔係用佢嘅方法咧就唔民主。但係其實五眼聯盟嘅國家裏邊咧，廣義言之咧，都有佢自己英式同美式，任何嘅民主制度咧，都好似係買鞋一樣，要適合你嘅尺寸。咁佢有佢嘅特色，我哋有我哋嘅特色咯。所以我覺得根本佢哋自己都站唔住腳，純粹係對我哋一個污蔑同攻擊。在周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针对个别西方国家相互勾连，对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说三道四，对香港民主法治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我想强调，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没有任何民主可言，香港居民从未享有真正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但从来没有哪个所谓民主国家就此表达过关切。在香港民主形势不断丰富发展，民主质量不断改善提升的时候，个别西方国家却跳出来大言不惭的就中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民主选举表达所谓关切。
颐指气使的攻击、指责香港的民主和法治，这充分暴露出他们的虚伪嘴脸和搞乱香港、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美国国务院周一还在所谓香港自治报告中污蔑中联办5名副主任削弱香港自治，并警告外国金融机构若跟相关人士有重要商业交易，将会成为制裁目标。自美国国会去年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之后，美国国务院已3次提交相关报告，累计有39名香港及中央政府官员列入美方制裁名单。不过目前没有金融机构遭制裁。一些西方国家对于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无端指责是今天记者会上的重点议题。赵立坚也一一进行了回应，他特别点出，香港立法会选举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域的民主选举，而西方国家表达所谓的关切和攻击，充分暴露其虚伪的嘴脸和险恶用心。那在回答我针对美国根据香港自治法实施制裁的提问时呢，赵立坚表示，美方此举是变换名头进行的重复制裁，这样的做法不仅非法无效，也十分荒唐，令人不齿。需要指出的是，今年7月，美方借发布所谓香港商业警告，已经宣布对包括上述5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在内的7名中方官员进行制裁。中方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方有关人员进行了对等反制。美方现在变换名头，以所谓香港自治法为由，对上述人员再宣布一遍制裁，这我就不明白了。这种行径实在荒唐，令人不齿。另外，针对台陆委会对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说三道四，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二驳斥称，香港特别行政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顺利举行，充分体现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充分展现了一国两制强大活力。民进党当局之所以跳出来恶毒攻击，就是因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现，使他们长期以来拿民主当幌子，欺骗岛内民众的嘴脸暴露无遗，使他们靠抹黑香港特区来谋取私利的骗人手段不攻自破，谎言重复1万遍还是谎言。在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历史大势面前，民进党当局拿香港说事的伎俩可以休矣。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一飞。张先生你好。五眼联盟外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声称，香港特区的民主受到侵蚀，又称希望看到香港成功。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为何不断刷存在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如果从五眼联盟这个联盟本身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联盟形式，因为第一，它是靠血缘种族来形成一个联盟的身份认同，但是其实，在古代的时候，用血缘来相互认同，这是一种在信息量很低的情况下的一个迫不得已的形式。那么第二就是他被迫要用树立外敌的方式来维持联盟的团结，因为这几个国家内部之间很难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离他们的血缘或者种族越远的国家，同时实力和体量越大的国家，就越容易被他们树立为外部的敌人。